我之前我朋友托我给他买咖啡，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其实咱们可以开一个网上咖啡店。你看啊，这些全都是网上找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对于那些不想出门、懒的人，这很方便的。你看，您看这家咖啡，它才开了1年，结果就卖出了5000多件。还有一个啊，在这儿，这款咖啡今天都卖火爆了，3个月成交量7000多件，7000多件，7000多件。我想了一个咖啡，如果是几十块，但是成交额那也得上万了。真有这么多？真的，而且底下它都好多留言呢，您就可以往下翻。好，我来。这儿往下翻，货真价实，假不了。哎，你还别说，他们没有实体店，1个月销量就这么多。我们有实体店，如果要是真做的话，销量一定比他们好。是啊，不是？可是咱们店里没有人会弄网店啊。再说了，店里人手本来就不够，要是再弄个网店，肯定忙不过来的。店长我会弄，而且咱们网店刚开始啊，肯定顾客没有那么多，我能应付得过来。这怎么回事？这么低级的错误也会出现吗？经理，这个不是我做的，那天是小关做的。把他给我叫过来。哦。小关，经理叫你。可我这也没放，我帮你弄吧。好。经理，怎么了？说，你是怎么检查的？这么大的错误都没有发现吗？原始数据出错，后面的工作全都是白做了。这种方案如果递出去，公司损失钱是小，让客户质疑我们的能力，谁来负责呀？这个案子本来是米雪儿的，是她说她生病了，我才接手的。我不管你们那么多，既然接手了，你就应该做好。我只问你一句，最后签字的人是谁？是不是你？是我。既然是你签字了，那公司是不是有规定，你在签字之前必须再三检查，不准有任何的失误？有吗？那你怎么检查的呀？世界500强，强就强在工作能力和服务上。我们的收费比别人贵那么多，就是因为我们不允许这种错误出现，不允许这种错误影响到客户，知道吗？如果都像你这样，我们跟其他的公司还有什么区别呀？我不管你现在手头在做什么工作，必须给我停下来，写书面检查，好好反思。我已经跟客户道歉了，请他们再给我们2天的时间。这2天你必须给我检查这个方案，不能再有任何问题了，知道吗？我知道了。拿回去，快点。行了，接下来只要挂在网上就可以了。小秋，这么快就搞好了？啊，搞好了。哎，你们真的是玄铃木树下面那家咖啡店吗？我常经过你们那，在你们店里买过1次咖啡。告诉他是真的啊！不行啊，把照片给他发过去。是的。您有什么需要吗？网上买有没有便宜？哎，你问他买什么东西？您想买点什么呢？
我想买一支4倍量插电摩卡壶，1包1磅装的调和意大利咖啡粉，能送礼物吗？张总，能不能送他奶球跟糖啊？因为平时店里这些也都可以送人的。可以，你告诉他送50只奶球，另外再送他1只咖啡杯。好嘞。我们送你50只奶球，外加1只咖啡杯。好的，我马上给你汇款。搞定了，张总。这么快就成了？啊，接下来只要快递发货过去，对方确认收货就可以了。同城差不多2、3天，异地1周就可以了。哎，这个不错啊！你看啊，这个没什么成本，而且呢还能拓展我们的客户源。这样，我拍板了，就这么定啊！我们马上成立网站，由小邱负责。有什么需求，你找店长。好的，好的，张总。这样，那个时间也不早了，大家呢一块吃个饭，我请客。顺带呢让小邱介绍一下如何经营网站。我想，照这种情况下，我们在经营好实体店的同时，网站也一定能经营好。收到。这个尿，尿。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老板同意我开网店了。我刚刚在网上做了人生中第1笔生意，而且我老板还夸我了，夸了我1下午，说什么还要请我吃饭，让我传授给大家经验的。你真棒啊，小邱妍！祝贺你啊，小邱！樊姐就知道你肯定行，加油加油！用你网购的丰富经验碾压他们。但是樊姐，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被人这么夸过。今天我们老板夸我，夸的我都找不着北了。这就叫因祸得福，知道吗？看样子咖啡店比公司更适合你。是的，是的，是的，谢谢樊姐，亲爱的樊姐，谢谢你。还有小关关，谢谢你对我的支持和鼓励。小蚯蚓，么么哒。小关，今天这么早？怎么了？就是前几天，我同组的同事米雪儿，她感冒了，然后说让我帮个忙，帮她完成她手上的工作。她当时已经做了一部分了，然后让我做剩下的一部分。结果她第2天早上，那个连检查都没检查就直接交上去了，出错的是她做的那个部分。可是我是最后签字的人，我就被上司给批了。那你哭的原因是什么？上司冤枉你，米雪儿不认账，还是你犯的错误太大，你承受不了？都有吧。还因为我们上司让我写书面检查，这个检查可能要夹在我的档案里，那它肯定会影响我实习的分数的，到时候肯定会影响我能不能留在这个公司。你解释没有？我解释了，可是上司他根本就不听我的解释，因为他这个工作明明就是他分配的，他肯定知道这个工作是米雪儿的，米雪儿她才是第一责任人，而且他知道我挨批的，他都没替我澄清，都赖他。想听真话，还是安慰的话？不是，
两句真话。安妮姐，如果你是我的上司，你会批我吗？说说我的观点吧，不过可能会有点不中听。我一个高管的朋友跟我说过，如果有机会再让他从底层做起，他相信他已经能够做一个非常优秀的配合上司完成工作的一个好员工，因为他已经足够懂得每一个岗位所需要担的责任。作为公司的高层，需要正确的规划和分解所有的工作，发放到下面去，然后由公司的各个阶层的人完成这些工作，创造出利润，才能给股东一个交代。所以你说，公司每一个员工，他们所围绕的轴心是什么？工作。对，轴心就是工作。所以你的上司他并不 care 你跟米雪之间发生了什么，他也不 care 这个工作到底谁完成的。你跟米少在交接的时候，你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你没有检查之前的内容，但是你在最后一页签上你的名字，这就代表你需要为这件事情负所有的责任。你的上司批评你合情合理啊，你没有必要喊冤。李秘书，明天晚上饭局安排的怎么样啊？啊，不行不行，8个人的包间哪够坐啊？你直接给我订个最大的包间，宁可做的松一点，也不能看上去太窘迫。还有，帮我找找当地的 KTV， 直接给我订个最大的包房，再租一辆礼宾车，万一要是没有开车的，好接送他们。挂了。你不是曲筱绡吧？我认识曲筱绡不是这风格啊。开什么玩笑？姑奶奶，我什么人呢？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赚得了钱，撒了泼，一个风格。你也太侮辱我曲筱绡了。看在你努力牵线的份儿上，就给你一次机会，让你看看干正经事儿的曲筱绡是什么样。谢谢大姐。真相过后，需要安慰吗？其实我知道，我们公司的门槛高，我学历又不如人家。安妮姐，我又担心我写的这份检查再放到我的档案里，人年底考核我肯定完蛋了。不用在意你的这些检讨书会放到档案里。我看过很多考核资料，其实1年下来，每一个人到年底都是千疮百孔的。你的上司会有他的审核标准，当然归根结底，所有的考核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你能不能做好工作，让你的上司省心。所以承认错误，承担责任，把因为你的错误而导致的损失降低到最少，这是你要做的。好吧，那我就把这个检讨书分为3部分来写。第一部分我写清楚事情的脉络，第2部分我承认我自己的错误，第3部分我写出解决的办法。好难受呀！我要违心的去承认错误。我毕业之后越来越多的事儿都是违心的，可我除了忍耐，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安妮姐，长大好累呀，工作好累。跟你分享一个开心的事吧。其实之前我跟小曲探讨过，如果有一天你要是失业了，其实我和小曲都愿意聘用你。真的吗？为什么呀，安迪姐？你们都愿意要我呀？因为日久见人心，我们都很明白你是一个很认真而且能够做好事情的人，所以我相信你的上司应该也会跟我和小曲的判断差不多吧。真的呀，安迪姐？当然，你只需要改掉你的一点点娇气就好。安迪姐，我不娇气，真的。我妈当时就跟我说不想让我一个人到大公司来，说我压力大，太辛苦了，还说我是个女孩，这家里又帮不上什么忙。安妮姐，怎么办呀？我越说我越难受了，我感觉都让我妈给说中了，可我不想让她看死我。那你就坚强一点，别让她看死你啊！我得坚强。我这次我一定要努力撑过实习期，我得加油，我一定不被别人刷下来。加油，加油！
小兵啊，王哥，来了也不早点说啊，我好去接你去。哎，徐潇潇，这就是我给你常说的曲潇潇，这是王总。王总你好，这就是曲总啊！啊，年轻有为，年轻有为啊！我是通过我爸才当上的曲总，跟王哥您不是一个级别的，之前没有涉足过这一块，这次有新合作，还请王总多多指教哦。指教谈不上啊，你们的来意，姚斌都跟我说了，这个项目是归我负责，可是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啊。我们公司现在第一步打算呢，是先选出3家合格的公司，由项目小组实地去考察，然后再决定合作对象。一会儿我把相关人士都给你们约过来，给你们搭个桥铺个路啊。至于能不能成，还得看你们自己的了。啊，好。哎，王哥，先坐，好，先入座。来，行，来。曲总年轻有为啊！哎，接手公司多久了？公司啊刚刚成立，但别看时间不长，我们已经拿下了 GI 项目在整个中国区的推广，还有好几个后续项目在谈。这 GI 品牌要求很高啊，能跟你们合作，可见曲总很有实力啊。曲总真是前途无量啊！来来来，我先敬你一杯。这怎么行呢？在座的都是我的前辈，都比我有经验。这杯啊，应该我来敬大家。初次接触这个项目没经验，还请大家多多指教。我干了。好，豪爽！曲总果然是女中豪杰呀。对了，曲总，你们跟盛轩有没有往来啊？盛轩？嗯，我们可熟了呀。他们的 CFO 是我的姐妹儿，叫 Andy， 刚从国外回来。我这次竞争 GI 项目，还多亏他的指点呢。小曲跟安迪也很熟，那可是个厉害人物啊！啊，一出手就是上亿的生意，但是好像不太爱跟人往来。哎，是不是前2天被传的那个当小三的？对对对，就是他。哎呀，一看就是假新闻。这安迪眼高于顶，上次在上海开行业会议的时候，好几个企业家抢着献殷勤，他都没看在眼里。当小三，还跟别人抢一个老男人，这可能吗？就是，造谣生事儿的纯属瞎了眼。我姐可不是什么随便男人都能看得上的。像谭总这么优秀的男人，每天在我姐面前晃，我姐也没有心动啊，更何况他呢？这么说，曲总也认识谭总喽？我姐是谭总的左膀右臂，你说呢？那可是个厉害人物啊，这国内企业、国外企业都玩得转。去年公司和他合作一个项目，随随便便就赚了不少啊。是啊，老谭的确是风云人物啊，上海周边都是响当当的啊。看不出来，小曲你年纪轻轻的，人脉还挺广。怎么不接电话呀？会有什么事儿吧？不会吧？喂，妈。哎呀，关关，你怎么不接电话呀？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呢。我早上起太早了，晚上又加班，我刚才在厕所睡着了。你在洗手间睡怎么行啊？别感冒了呀！这怎么又加班呢？赶紧回去，咱不加了啊！回去洗个热水澡，赶紧休息，听见没有啊？妈，不行，我把方案给做错了，我老板让我把它给改过来。这如果改不好呀，我年底考评就完蛋了。完蛋就完蛋，身体重要还是工作重要啊？听妈妈话，听见没有？啊！我告诉你，关关，你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老了这病就找到你身上来了，有你受的。妈，真的不行，这方案是我做错的，我有责任把它给改过来。行了，妈，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得赶紧回去工作去。对了，妈妈，你明天早上给我打个电话，我怕我太困了，我又像上次一样随手把闹铃给关了。好，赶紧回去吧，好不好？到了家了给妈妈打个电话啊，别让我担心。好的，拜拜，妈妈。好，挂吧，你先挂。
累的都在洗手间睡着了。年轻时候累了，在洗手间打个盹有什么了不起？这么年轻时候不是也有忙的时候吗？那也不能忙成这样吧。要我说，啊，咱女儿就该回到家里来，考个公务员，又踏实又稳定，然后再找个合适的人嫁她，一辈子幸幸福福的过，多好啊！比留在那儿舒服多了。你这么想，那女孩这么想也行啊。行了，别操心了。过2天我到上海出差，我顺便去看看她啊。你要去上海呀？啊，我跟你一起去。你去干什么添乱？我添什么乱啊？咱俩上回商量的事你忘了？猪脑子。啊。小曲，你的脚好点了吗？要注意多休息。Andy， 你还记得那个赵医生吗？他刚才居然主动的给我发微信，问我脚好一点没有，还提醒我劳逸结合。你把他怎么样了？他怎么可能主动发短信问你？我昨天晚上喝了一点酒，当然是各种骚扰加调戏了。我不说的太邪恶了。我好开心，好幸福哦！你不是很大胆的吗？直接找上门去吧。那不行，我现在正在出差呢，没空领星探。等我回去了，我再约他。赵医生啊，就是唐僧，活的时候可以调戏，死的时候可以吃肉。爽！哎，安迪啊，有一件事情呢，我得跟你知会一下。我这次出差呢，主要是来找客户拍马屁的。昨天吃饭的时候啊，他们说他们认识谭总，所以呢，我就说我跟你认识，是好朋友。回头我把客户的资料跟名字啊发给你一份，万一他们要是问起来了，你可得给他们肯定的答复哦。所以你刚才都是铺垫，现在才说到正经。帮不帮啊？一句话。好。那email给我，我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和风险，我有知情权。这与商业利益有关，必须说明。这没有，真没有。我只是想跟他们攀上关系，拉几个朋友进来显得热闹嘛，跟你们的业务完全没有关系，大伙可以放心啊。那倒也是，我只不过是老谭的一个排头兵，你就算拿我背书，人家也未必认呢。对了。你生意怎么样了？顺利吗？不顺利呀！我朋友介绍的这个啊，虽然是项目的负责人，但是他做不了主。我的公司啊又是小公司，没有经验。昨天一天吃饭就问出了点线索，今天还要继续努力。客户对你还认可吗？我的意思是，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还很年轻，那个时候也不懂得什么办公室的规矩。所以经常得不到同事的认可，认为我承担不起什么重任。我正为这个发愁呢。客户一看到我呀，赶紧看我的身后看，还以为有什么年纪大的人要出场，完全是把我当秘书看。我赶紧承认我是有钱人的女儿，还血缘上的论，他勉强把我当老总看的。我这次回去啊，赶紧改改我上班的行头，穿的得再老气一点。对了，安迪呀。以后要有什么需要的时候，还得再拉上你跟你老板这面大旗啊！哎，我可以不承担责任的让你扯，但你千万不要扯我老板。
行行行，不拉就不拉。哎，安迪，我跟你说个好笑的，樊胜美那个同学，你见过了没有？见过一面，怎么了？空心大老官一个，开着宝马3系来献殷勤，我手欠一查，租车公司租的，害得我们樊大姐了，还以为自己钓到了金龟婿，空欢喜一场。你告诉他了？那当然了，我这个文库天下不乱的人，哪有替人家隐瞒的道理呀？我真是不明白，樊小妹到底是哪里得罪你了？你一定要这么……我自然有我的理由啊，等我回来再跟你详说。再说了，我忙得没空骚扰赵医生，凭什么看他们卿卿我我的呀？死人还得拉着个垫背的呢。大家都单着没约会，我最高兴。小曲，我问你，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安迪，你谈恋爱了？你喜欢谁呀？不是你想的那样，而且我现在也不确定是不是喜欢他。你都这么说了，那你肯定就是喜欢了呀！快说，谁？帅不帅？啊，算了，你就当我没问你吧。哎，你说都说了，我怎么能当你没说呢？你赶紧说呀！哎呀，你不要吊我胃口好不好？拜拜。哎，别挂！啊，太不仗义。坦坦荡荡地说出心里的话，似乎是一种奇特的能力。比如曲筱绡，不管多没道理的话，她也能说得堂堂正正、理所当然。而安迪却永远学不来她的嬉笑怒骂、洒脱自然。他不愿意坦白，害怕跟他人接触，更畏惧一切的亲密与依赖，像是一个孤独的幽灵。能让他觉得安全的，只有工作。我相信经过刚才的讨论，你们应该很明白我的意思。所以今天晚上大家回去仔细思考一下。我希望在明天的时候，能看到你们给我一些更多的想法建议。好，今天就到这里。好。看什么呢？哎呀，我又得加班了。哎，是啊，自从公司打算收购红星啊，每天都是高强度的工作。周六周日还得加班，是个人啊都吃不消。哎，各位不好意思啊，我家里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哎，你们帮我盯着点啊，帮我盯着点啊。我看最惨的还是刘思明。话是这么说，他那方案的确有问题。安迪是让我们关注红星对多媒体方面的立体化的探索，希望产品链互动起来，相互促进，相互链接。可你看他做的，几乎和以前一样，没有什么改变。不过老刘这人吧，本来事业心就不是太强，再加上他上有老下有小，难免分心。他的心思啊，全在股票上。现在集团上上下下都在为收购做准备，如果他达不到安迪的要求，我想公司啊，迟早得换人。你回国了？这又是要去哪儿？不告诉你，等你到了就知道了。
请。请坐。您这边不用点菜，魏巍先生已经都帮您安排好了。我们这边的厨师是 Johnny， 今天为您做菜，请您稍等。谢谢，不客气。我到了。之前的速冻饺子太过意不去了，这是我将功折罪。怎么样，环境、菜式都还满意吗？你不用这样。哪样啊？对我这么好，从来都没有人这么对过我，我不习惯。那就试着习惯，不用想着欠我人情，更不用想着怎么还我。总之呢，只要是我喜欢的，都希望跟你分享。早知道是我一个人来这么好的地方享受，那我真的应该叫上我的那些邻居，特别是樊小妹，她最喜欢这种情调了。哎，请教一件事情，在国内，30岁的男人出手也很大方，只是开着一辆租来的宝马车，这有什么讲究吗？追你的人吗？当然不是，是樊小妹的同学。他们两个现在是有一点点来电，不过我那个邻居也是很奇怪，他明明是自己租的房子，但是确实想在对方面前表现出来，那是他的产业。这种事儿嘛，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我刚创业的时候，为了跟客户谈判，也为朋友借过办公室，租车也是常有的事儿。你让你邻居当心一点就是了。至于你的邻居嘛，既然他装有房，他同学装有车，两个人正好绝配啊。怎么样，安迪？接受我的追求和仰慕就那么困难吗？怎么办？我刚来2天就着急想回去。Andy， 认识你之后，我才明白，人和人的相识是如此的奇妙，就像磁极和磁极的相互吸引，又像是心里有一团火山在爆发，既排山倒海又不动声色。怎么样？在我回来之前，认真考虑我的问题。Yes or no？ 我需要你的答案。打扰一下，我的菜做好了，法式鹅肝配龙虾，请慢用。谢谢。那我先吃饭喽。来。小秋妍，物业打电话了，说昨天晚上楼下漏水漏得一塌糊涂的。我一口咬定不是咱们屋子的问题，地板是干的，管道也都是正常的，不可能漏水。是不是昨天小关那个洗衣服来着，洗衣机漏的水啊？那也不能承认啊！你跟关关通个气儿啊，一定要统一口径。人心不足蛇吞象，你要是这么容易就承认呀，他们一定会列出一长串的赔偿单子，什么去年失灵的浴霸呀，前年翘起的地板，什么都得让你赔。我一个小妹在外面租房子。别说了，樊姐，你这么说好像还真的是这样。再说了，如果真的要修的话，就得把地板翘起来，卫生间好几天都不能漏。工人们进进出出的，咱们得请假在家盯着吧？谁有这功夫呀，是吧？听我的，装傻，以后用水注意点就行了。可是樊姐，那万一那个楼下的人说那漏水除了从上往下漏，还能从哪儿漏啊？那怎么说呀？到时候，除非他们有证据，但我们说什么都没用。小美，
你怎么来了？那请你吃饭啊！我公司人招的差不多了，今天晚上也没什么应酬，想一会儿吃完饭买一些办公用品、家具。走，咱们吃饭去吧。还是先办正事吧，买东西去。喂。哎喂，师妹，你下班了吗？我今天正好从你那儿过，要不要顺路一起接着你啊？林师兄，不好意思啊，我手头上还有几份资料要翻译，可能还得1个多小时，就不麻烦你了，谢谢啊。没关系，我正好约了人做采访，估计到你那儿也得1个多小时了。我从家乡给你带了一些土特产，1大盒上好的脐橙。今天正好一块儿给你送过去了。可是我这边还有……别可是了，脐橙这东西就是吃个新鲜，放久了就不好吃了。你要是下班晚了，我就在楼底下等着你，正好把你一起送回家，免得你一个小姑娘再提不动。好吧，好吧，那你到我公司楼下告诉我。好，一会儿见。你回来了，正好我通知物业的管道工和2102的户主去你们屋看看。你干什么呀？你想干嘛？昨天晚上你们屋漏水的2102，人家一大早过来投诉，我们经理说了，让我们今天在这儿等你们，说要3方一起查看一下问题在哪。不是我们屋漏的，肯定不是我们屋漏的。我们昨天早就睡觉了，根本没用水，所以你们肯定弄错了。有没有搞错？我去查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你们凭什么去我们那儿看呀？我们都说了，不是我们那儿漏水的，你还要进我们屋查看？你这就是故意搞我们！你是存心想欺负我们三个女孩是不是？哎，我。啊，喂，你好，是2102的户主吗？电脑跟打印机就不用买了，公司注册登记的时候，税务会把这些东西全部给你买齐了。因为金税工程，办公桌椅好像也不用。我记得你租的那个办公室里面有4套，那你暂时就不用买，先利用那些旧的吧。你公司也不大，用不着买专用的复印机，买一个有打印功能的传真机就可以了，既省钱又可以节省空间。小美，怎么了？我觉得你特别贴心。你处处为我考虑，又替我省钱，而且挑这些东西又体面又实惠，我真的是好幸福啊！我觉得你应该买一个保险柜啊，对，保险柜。樊胜美忽然意识到，她正下意识地替王百川省钱管账，免费替他做公关应付客户。王百川的车子是租来的，房子更是没有，以后还要共同按揭、共同还贷。这样的小老板，他不知拒绝过多少。樊胜美告诉自己，不能心慈手软，更不能做黄脸婆。老板娘，谁爱做谁做去。小美，哎。干什么？什么干什么？你们家漏水还问我干什么？哦，你们是出租房的吧？天哪，住在出租房楼底下真的是倒霉了。可不是嘛，每次出事都是你们出租房。出租房怎么了？谁规定房子不能出租了？你们一家3口人住着，我们也是3个人住着，没比你们多1个人。呦呦，这小姑娘牙尖嘴利的呀。行，我不跟你争啊。你开门，我进去检查一下。本来这件事是可以商量的，但是你们一来就带着偏见。如果你们不放正你们自己的态度，对不起，我不放行。目视前方，下巴太高更漂亮。